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原本宁静的海洋沦为残酷战场。9月22日，欧洲北海海域风云突变，德国 U9 潜艇幽灵般出现。艇长凭借精准的战术判断，指挥潜艇在短短1小时内向3艘英国装甲巡洋舰发射6枚鱼雷，所有鱼雷都精准命中目标，巡洋舰被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笼罩，很快便沉入海底，1467人因此丧生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以海底恶魔撕碎了皇家海军的震撼报道，让全世界见识到潜艇的恐怖威力。当时德国虽仅有28艘潜艇，却凭借其独特优势以小博大。一艘 U 型潜艇造价仅相当于2门战列舰主炮，却能击沉超过自身200倍吨位的商船。1915年2月，德国为切断协约国海上运输线，重启无限制的潜艇作战。大西洋上商船损失惨重，每月超50万吨商船被击沉，日均2.5艘万吨轮消失，协约国海上生命线岌岌可危。1915年7月20日，英国派出拖网渔船 Twickley 号在北海多佛尔海峡投放原始深水炸弹。这枚炸弹重50磅，装满 TNT 炸药。当渔船行驶至德国 UC7 潜艇上方，船员果断投下炸弹。一声巨响后，炸弹在距离潜艇14米处爆炸，强大的冲击波震碎潜艇潜望镜玻璃，却未能对耐压壳体造成实质性伤害。艇长施维格在日志中嘲讽英国人扔的是酒桶，这也凸显出早期深水炸弹的局限性。其装药量小，仅能在7米范围内对潜艇造成致命伤害。1916年7月6日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进型深水炸弹登场。它在 UC7 潜艇龙骨下方7米处爆炸，300磅炸药释放出的巨大冲击波直接压溃潜艇雷管舱，引爆艇内12枚水雷。随着一连串剧烈爆炸声， UC7 潜艇缓缓沉入海底。英国海军部经研究发现，爆炸点距潜艇9米时，300磅炸药产生的1.7兆帕超压足以压溃潜艇非耐压结构。基于此，1917年英国对深水炸弹进行全面改进，装药量提升至300磅，引入水压引信，使深水炸弹杀伤半径扩大至28米。同年5月，英国护卫舰 HMS 香克莱号迎来实战检验，它用12枚深弹攻击 U-83 潜艇，经过激烈对抗，成功将其逼至230米深度。巨大的海水压力如同一把利刃，在艇壳上撕开一道30厘米裂缝，这成为首例纯靠水压摧毁潜艇的战例，也让人们看到深水炸弹改进后的巨大潜力。1917年，深水炸弹技术不断进步，对潜艇的威胁日益增大。1917年5月，德国 UC-26 潜艇袭击护航船队时，遭遇英国驱逐舰米尔恩号，双方展开激烈交锋。米尔恩号凭借灵活的机动性和果断的战术，成功撞击 UC-26 潜艇，使其沉入海底。然而，深水炸弹的2次爆炸让 UC-26 潜艇艇内电力系统瞬间瘫痪，陷入黑暗与混乱。由于早期潜艇水密性差，逃生系统简陋，在深弹冲击和海水高压的双重作用下，多数艇员因减压病死亡，仅有2人通过缓慢上浮幸存。
1918年4月28日，美国驱逐舰波特号在西经10度海域与德国 U-108潜艇狭路相逢。波特号迅速向 U-108潜艇投下23枚深水炸弹，爆炸引发潜艇电池酸液泄漏，氯气与氢气混合，有毒气体在封闭舱室内弥漫，艇员们呼吸困难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，只能用尿液浸湿布条捂住口鼻，艰难维持呼吸。U-108潜艇在遭受重创后，带着满身伤痕成功返航。艇员在战争日志中描述，每次爆炸都像被巨人攥在掌心揉捏，足见深水炸弹攻击的恐怖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同盟国在反潜作战中消耗超3.8万枚深水炸弹，平均击沉一艘潜艇需投掷1000枚深水炸弹，效率看似很低，但这种大规模轰炸产生了强大的战略威慑。1918年，德国潜艇击沉吨位环比下降75%，艇长们在多次惨痛教训后，意识到面对护航船队和大量深水炸弹，贸然进攻只会陷入绝境，于是纷纷选择躲避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协约国海上运输压力。1939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海洋再次成为战争的关键舞台。1940年10月19日，北大西洋上6艘德国潜艇在夜间水面悄然集结，如同饥饿的狼群，对 HX-79护航船队展开凶猛攻击，在短时间内便击沉14艘商船。此时，德国潜艇已完成多次升级改造 ，X 型潜艇续航力达13450海里，凭借强大续航能力，可轻松横渡大西洋，扩大自身作战范围。通气管技术的应用使潜艇潜航时间延长至48小时，提高了隐蔽性和作战的灵活性。声自导鱼雷更为厉害，能自动追踪螺旋桨噪音，极大提高攻击准确性，让商船和护航舰艇防不胜防。面对德国潜艇的疯狂攻击，盟军迅速展开反制。1941年3月，英国护卫舰黑豹号装备新型武器自卫炮，这种武器设计巧妙，能同时发射24枚深水炸弹，在海水中形成直径40米的立体杀伤网。再配合新型147B 声呐，自卫炮命中率相比传统深水炸弹提升300%。当月U型潜艇战损率飙升至18%。邓尼茨在日记中无奈感慨：“我们正在用铁锤敲打铁针，形象表达出德国潜艇面对盟军反制时的困境。”1943年，这一年成为二战海战局势的重要转折点。5月20日，比斯开湾上空，一架装备厘米波雷达的英国威灵顿轰炸机执行巡逻任务，飞行员全神贯注盯着雷达屏幕，不放过任何可疑信号。突然，屏幕上出现一个微弱亮点，经仔细辨认，是德国 U-954潜艇的通气管。飞行员迅速调整航向，投下深水炸弹。当炸弹在潜艇上方炸开，强大冲击波瞬间将艇内气压从1个大气压推升至3个。幸存水兵回忆，所有人耳膜破裂，鲜血从鼻孔喷涌而出，恐怖场景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噩梦。在这一时期，一系列先进技术开始改变海战格局。
10厘米波长雷达使飞机探测距离增至32公里，大大提高对潜艇的搜索能力。超级密码破译小组凭借卓越智慧和不懈努力，能够提前48小时预警80%的德国潜艇伏击，让盟军能提前做好防御准备。600磅 Mark 10深水炸弹也配备了先进的水压引线，可在预定深度精准起爆。1943年，盟军还引入刺猬深水炸弹改进型乌贼炮，进一步提高反潜效率。在这些先进技术和武器共同作用下，1943年5月，德国41艘 U 型潜艇被击沉。邓尼茨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输掉了技术战争，标志着盟军在反潜作战中逐渐占据上风。1945年5月4日 ，U-2511潜艇从英国诺福克号巡洋舰下方150米处擦过，声纳兵竟毫无察觉。U-2511潜艇已经能够在水下航行11天，航速超17节。它采用橡胶消声瓦和电力推进技术，将水下噪音降至95分贝，几乎与小于游动声无异。然而，此时德国已濒临战败，随着柏林陷落，德国战争机器停止运转 ，U-2511潜艇也被迫投降。整个二战期间，德国781艘参战 U 型潜艇中有632艘沉入海底，3万水兵长眠深海，成为战争牺牲品。在普兹茅斯潜艇博物馆中，深水炸弹与 U-110潜艇残骸并排陈列。展柜数据屏显示，1915年50磅 TNT 深水炸弹杀伤半径为7米，1945年600磅 Topex 炸药杀伤半径为28米。另外一组数据也吸引着参观者：击沉商船需7枚鱼雷，成本8400英镑；击沉潜艇需950枚深水炸弹，成本142500英镑。战争虽将技术推向极限，让杀戮工具成为探索深渊的钥匙，但战争中逝去的生命警示我们，和平无比脆弱，需要倍加珍惜。大家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努力维护和平，避免战争悲剧重演。